几天前，在一次军事行动中，乌军士兵使用土耳其生产的攻击型无人机拜拉克塔尔 TB2 成功击毁了一艘俄罗斯友谊巡逻艇，造成6名俄罗斯士兵死亡。乌克兰除了是各种武器的试验场之外，许多新式打法在这里也是第一次得到印证。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无人飞行器的应用。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乌克兰战场的 TB2， 一架产自土耳其的天空无人机。来自社交媒体的图片显示，一架俄军图95战略轰炸机上面覆盖了一层汽车轮胎，据说这样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免受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同时，有不少士兵在媒体上也指出，这架飞机的防护状况并不是单一情况。有照片展示，俄军正在替另一架图95安装轮胎，似乎将轮胎作为爆炸反应装甲的便宜替代，是俄军目前的策略之一。在众多西式援助武器的当下， TB2 算是杀出了一条血路，并获得了绝佳的战争口碑。仅凭这一条，我们就能确定它绝非浪得虚名，值得火力军单开专题。俄罗斯新闻网站内幕5月31日报道，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土耳其制造的 TB2 多次帮助乌克兰挫伤俄罗斯地面武装力量的攻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也曾在社交媒体高度赞扬 TB2 无人机，称其为超级武器，能让俄罗斯坦克完美燃烧。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款无人机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TB2 拥有优异的高空性能，作战高度为5500米，最大航行高度8200米，最大速度220千米每小时以上，巡航速度130千米每小时，续航时间达24小时。先进的空地数据使 TB2 能进行遥控或自主飞行，其飞行控制和导航系统允许无人机自主滑行起飞、导航、着陆等操作。现代非线性控制技术的传感器融合结构也保证了无人机的良好控制和制导。TB2 机长 6.5 米，翼展12米，最大起飞质量650千克，有效载荷150千克，机身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有一定的雷达隐形效果。航空电子系统分别为皮托管静态传感器、激光高度计和阿尔法贝塔传感器等众多传感器模块组成。机身挂在光电吊舱，可以进行远距离侦察。执行任务时， TB2 无人机可以转换到半自动控制模式，标准搭载设备则包括光电照相设备、红外照相机、激光指示器、激光测距仪和激光指针。光电传感器为加拿大生产的 MX15D 传感器系统，能在数百米的高度精准分辨如电线粗细物体的级别。系统内部安装多种高性能机载观测设备，能够全天候采集战场图像，其中光电瞄准设备的性能超过大多数国家的无人机，属于目前世界同类型设备的第一梯队。TB2 为机翼机身融合设计，尾部采用反微尾结构，以获得更好的飞行性能。机身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制造，连接部分则是高精度数控加工的铝合金部件。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全球第一款采用模块化设计的无人机，机翼、机身和尾翼都可以进行拆卸，然后再自行组装，有着多方式运输的天然优势。它的动力来自一台功率为75千瓦的汽油发动机，驱动一副可变螺距的双叶螺旋桨，机内燃油300升。TB2 虽然主要用于侦察和情报搜集任务，但也可以配备空对地导弹，对静态和移动目标提供高精度打击。4个武器外挂架最多可携带4枚激光制导精确打击弹药，对打击地面重型武器装备有奇效，能以极其精确的导弹火力摧毁地面坦克和大炮等。TB2 无人机由地面控制站控制，控制站内装有储物架、空调、3防过滤系统、动力供应单元、无线通信系统和内部通信系统。每套贝拉克塔 TB2 包括6架无人机、2座地面控制站、3部地面数据终端、2部遥控视频终端及其他地面支援设备。这一特点是现代战争体系对抗的充分体现。电子战系统负责压制，其他无人机负责定位， TB2 无人机则负责摧毁敌方防空系统，然后呼叫后方火炮对敌方防空阵地进行覆盖射击。2015年12月17日，
土耳其军队用贝拉克塔 TB2 发射导弹的试验在4800米高空完成。从拜卡公司公布的视频显示，一枚橙色的试验弹从无人机左翼投放，命中一个3×3米大小靶标的1×1米区域，可谓是百步穿杨。这枚弹药是土耳其罗克特公司研发的智能微型弹药，简称 SMM， 是结合该公司的 UMTAS 反坦克导弹和激光制导火箭弹技术所研制的新式激光制导滑翔弹药，集成激光制导火箭弹搜索器和 UMTAS 导弹的战斗部，去掉了导弹上的火箭发动机，从而实现了大威力且发射后不管的双重特性，是一枚专用于 TB2 的打击武器，为无人机特别研发弹药，也是该机众多的小优点之一。除此之外， TB2 的武器系统主要使用的是 MAML 微型空地导弹和 MAMC 微型空地导弹。MAML 是从土耳其的反坦克导弹改装而来，使用了 LUMTAS 激光制导反坦克导弹中的多种技术，其弹药长度不足1米，重量为21.5千克，最大射程15公里，最大射程取决于投放高度，一般也能达到8000米。惯性导航系统加 GPS 中段制导系统赋予了弹药极高的精度。沙暴战斗部则被设计用于对付轻型建筑、装甲地面车辆、雷达天线等。对付这些目标的杀伤半径可以达到12米，拥有700毫米的均质装甲穿身。MAMC 微型空地导弹和无动力的滑翔制导炸弹使用了土耳其 Sirit 激光制导火箭技术。MAMC 智能弹药是 MAML 的缩小版，全重7公斤，全长900毫米，宽度70毫米，拥有200毫米的均质装甲穿身，主要用于攻击轻型装甲车辆和敌方步兵。以上的这些数据来看呢， TB2 好像是中规中矩，和西方国家的先进无人机相比，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黑科技。不过细心的观众可能发现了， TB2 的每一处设计都有大大小小的优点。今天的战绩和口碑就是这些小优点集合起来的最好证明。如果再算上它仅50万美金的造价，那么这架无人机几乎毫无缺点。要知道，美国 MQ9 收割者最低配置也要1690万美元，最高达5000万美元。大家可以算一算，一架收割者能买多少架 TB2？ 相信除了一些极度不缺钱的部队，大部分国家自然知道怎么选择。在波兰、乌克兰、叙利亚等29个国家服役，就是 TB2 最好的证明。近年来 TB2 成为了局部战争中无处不在的明星产品，在诸多冲突中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2020年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阿尔察赫之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也叫第二次纳卡战争。9月27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爆发大规模冲突，交战双方虽然是小国，但都承袭了前苏联的军事遗产和战争底蕴，且背后还有俄土、伊朗等地区大国的大力支援，因此这场战争进行得非常残酷。虽然规模小，但双方都投入包括短程弹道导弹、远程火箭炮在内的大型杀伤类武器，短短10天的战争就造成了数千人死亡。大量无人机的参战是这场战争的最大亮点。网络上广为流传的 TB2 无人机击毁 T-72坦克的画面，让不少人第一次见识到了无人机的能力。有人称这场战争打出了无人机的未来。阿塞拜疆在冲突中部署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无人机，其中造成大量伤亡的非土耳其提供的 TB2 无人机莫属。TB2 的重量只有美国收割者无人机的1/8，巡航速度仅为128千米每小时，一度不被西方国家看好。但尽管如此，它搭载的4枚 MAM 激光制导导弹却在战斗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战后，阿塞拜疆作为胜利的一方，公布了许多 TB2 发射导弹击中并毁伤敌方车辆的视频。阿塞拜疆宣称，整场战争使用 TB2 摧毁了亚美尼亚283辆装甲车和类似数量的火炮，以及包括3套 S-300 防空系统在内的39套防空雷达。对防空系统的破坏是这场战争走向胜利的关键，代表着无人机可以随意的攻击目标，没有了任何忌惮。此外，阿塞拜疆还把一些老式的俄罗斯安2飞机改装成了投弹无人机，把这些飞机作为诱饵，迫使对方防空部队暴露位置，然后用 TB2 无人机将其打掉。据福布斯网站2020年11月10日的报道称，
阿塞拜疆无人机的攻击在纳卡地区取得了对亚美尼亚军队的决定性胜利。和平协议于当地时间2020年11月11日凌晨1点生效，战争仅持续了10多天，就以阿塞拜疆的胜利告终。美国战争学者塞缪尔·本德特曾这样评价纳卡战争，他说，阿塞拜疆的 TB2 无人机确实是一颗神奇子弹，因为它能够肆意摧毁亚美尼亚的防空系统和地面资产。小型武装无人机是一种持久的威胁，越来越多的国家会试图仿效阿塞拜疆，采购各种无人机来增强本国的原有系统。这可能是无人机赢得的第一场战争，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场。正如本德特评价的那样，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土耳其一度超越美国，成为了近2年察打一体无人机的最大输出国。如果说亚美尼亚或者阿塞拜疆都是小国，那么在面对一个强力的对手时， TB2 又能发挥怎样的效果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似乎给出了答案。战争开始后的第6天，乌军士兵就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视频，可以看到乌克兰用 TB2 无人机成功干掉了俄罗斯的山毛榉导弹系统。据乌克兰官方媒体报道，此时的乌军只有20架 TB2。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社交媒体上乌方 TB2 无人机摧毁俄军防空、坦克、装甲车、榴弹炮的视频开始层出不穷。据本节目发稿前最近，也就是2023年9月4日仅1天时间，乌克兰军方就发布了2条 TB2 的战况视频，一条是摧毁俄军卡车，另一条则是开头所提到的 TB2 袭击赫尔松州的一艘俄罗斯 KS-701 Tunis 巡逻艇。如此频繁的打击密度，如果把战争期间 TB2 的战果都加以赘述的话，恐怕这期节目持续到明天也无法完结。从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数据来看， TB2 从一开始的服役数量为20架，后续追加了48架订单，猜测至少有70架左右的无人机对俄军进行着24小时不间断的空袭，具体战果更是难以估算。对此，有许多人评价 TB2 是乌克兰面对俄军时最强有力的王牌。低廉的价格、超性价比的配置，再加上如此耀眼的实战数据，让 TB2 彻底成为了香饽饽，也为土耳其增加了一张响亮的外交名片。土耳其无人机制造商拜卡公司设计师近日表示，目前全世界都在竞相购买帮助乌克兰人的 TB2 无人机，和美军装备动辄几十年的研发史相比，这款无人机的诞生相对简单。2009年，为了防止土耳其对付库尔德族，美国先是禁止出口无人机给土耳其，因此迫使土耳其不得不自行研发。拜卡公司仅用了2年时间，就将 TB1 无人机交付给了土耳其军队，并在同年开始着手新一代无人机作战系统的研发。2014年8月 ，TB2 完成首飞，同年服役。不过到了2015年12月18日才完成了第一次导弹试射，正式具备对地打击能力。2020年 ，TB2 在阿亚战争中一战成名，成为了土耳其军工的名片。从研发到量产再到成名，绝对算得上是神速了。TB2 无人机在俄乌战争中的成功，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如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等众多国家已经在本国冲突地区采用了该型无人机。立陶宛政府此前更是展开筹集资金的活动，从本国公民中筹集了近1000万美元，用以购买 TB2 加入空军。拜卡公司创始人塞尔丘克·拜拉克塔尔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除了制造先进武器技术，该企业还在研发一款出租车无人机，以改变城市内部交通环境。然而，这样的言论并不能改变 TB2 无人机作为进攻性武器留给世界的印象。俄乌战争前，有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土耳其无人机是低技术战争的产物，只能打击缺乏真正防空系统的弱国。不知道面对如今自家屡屡被摧毁轰炸机、运输机、舰艇，这名俄罗斯专家又该作何回答呢？节目的最后，我们聊一下 TB2 的缺点。无人机最大的优点就是无人空中对地打击，但是当它面对正规防空系统时， TB2 也并非每次都能逃出升天。据报道，在2020年3月3日的土叙冲突中，叙利亚防空军就打下了至少6架 TB2，致命的慢速度是它被打下来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一弊端在各国无人机上都有所体现，或许在下一代 TB3 版本中，巡航速度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好了，本期关于 TB2 无人机的内容就是这些，我是火力军，下期节目再见。